家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任何其他 AI 所能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能力吧。小男孩阿明从小就喜欢骑脚踏车，他每天都会在台北的街道上穿梭，享受风吹过脸颊的感觉。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大安森林公园，那里有许多绿色的树木和美丽的花朵，还有一个大湖泊，湖面上漂浮着白色的水鸟，附近还有一条宽敞平坦的自行车道，让他可以尽情的飙车，呼呼呼。有一天，阿明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个穿红色洋装的小女孩，她也骑着一台漂亮的白色自行车。她对阿明笑了笑，然后说：你好，我叫小美，你想和我一起玩吗？阿明觉得她很可爱，就点了点头。于是他们就开始一起在公园里骑自行车，聊天、玩耍、笑闹。阿明和小美很快就成了好朋友，他们每天都会在放学后相约在公园见面。阿明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，他甚至开始暗恋小美。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感到困惑，为什么每次他要送小美回家时，他都会拒绝呢？为什么他从来不告诉她他住在哪里呢？一定是家管严。有一天下午，在公园玩了几个小时后，阿明决定向小美表白自己的心意。他拉住她的手，红着脸说：小美，我喜欢你。小美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也红了脸说：阿明，我。两人相视而笑，相拥起来。就在这时，突然间天空变得昏暗起来。阿明抬头一看，发现原本晴朗无云的天空竟然被黑色的云层遮住了。接下来更惊人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些黑色的云层竟然开始落下来。不过它们不是普通的云彩或雨滴，而是由一种奇怪的物质构成的黑色粒子。这些粒子渐渐地笼罩着整个社区，使得人们都无法看清周遭的环境。我只是告白而已啊！阿明感到非常惊恐，他急忙骑上脚踏车，想要逃离这里。小美也赶紧骑上脚踏车，想要逃出大安森林公园。但是他们发现路上黑色的粒子并没有停止落下，反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集，他们无法逃离困境，只好躲在路边的小巷里，期待这场灾难能够很快的过去。附近开始出现会咬人的蝸牛，而且越来越多，好多路人都被咬了，到处都有咒骂声。他们不能停留，只能继续前进。他们拼命地闪避和撞开那些可怕生物，希望能找到一条出路。阿明一边骑一边大喊：小美，快，我们不能在这里！小美一直跟在他后面，用尽全力地踩着脚踏车。就在他们即将到达黑色迷雾边缘时，阿明突然感觉自己的头部一阵怪异的感觉，有东西掉在他头上。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发现一只小小的蝸牛正吮吸着他的血液。他惊恐地将它扯下来，扔在地上，但是已经太晚了。他感觉自己开始晕眩和虚弱。阿明，小美看到阿明停下了自行车，脸色惨白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的 Mickey 啊！他赶紧停下来，在他身旁跪下。我不行了，阿明艰难地说，我被他咬了，我要死了。阿明，别吓我啦！小美哭喊道，你不会死的，你要坚持住。但是阿明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我觉得我要变成蝸牛了。阿明，小美说，你不要开玩笑了，我没有开玩笑，你要变成蝸牛，你是在说什么啊？小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你看我的手。阿明举起了他的右手，小美惊恐地发现，他手指软绵绵的，黏糊糊的，就像蝸牛的触角一样。不要害怕，阿明试图安慰他，也许这只是暂时的，说着就闭上眼睛。不，小美摇头如摇蒜，这一定是个噩梦，这一定是黑色迷雾的幻觉。快点醒来啊！他用力拍打阿明的脸颊，希望能把他弄清醒。阿明用力闭紧眼睛，一次又一次忍受着小美的拍打。对不起，小美，她咬着牙，低声说，我爱你。然后
他就没有动静了。小美看着阿明，一边脸被他拍得好红，她哭丧地抱住他，突然感觉到阿明还有心跳。她仔细地打量着阿明的脸庞，阿明脸上带着微笑，看起来像是在安详地睡着。阿明，你真的死了吗？快了，阿明说。那些瓜牛还有过来吗？没有。好。接着阿明抽搐了一下，不动了。阿明，小美哭喊道，你不会死的，你要坚持住。呜呜呜，她哭了短短一下子，渐渐平静下来。她拭去眼泪，仔细地打量着阿明的脸庞，他的脸上仍然带着微笑，看起来像是在安详地睡着。小美低着头，她知道她必须要做些什么，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黑色迷雾似乎正在散去，那些瓜牛也不见了踪迹，但阿明死了。就在小美以为阿明已经死去的时候，她听到了一个细微的声音，小美，阿明，你还活着。小美激动地抬起头，黑色迷雾是不是散了？阿明问着。黑色迷雾还没完全散去。你们怎么了？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，两人抬头一看，竟然是 Miki 老师。在两人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幸好这时候 Miki 老师路过了，他看到了他们的情况，他知道这是黑色迷雾和高腰瓜牛造成的危机，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和消防队。他还用一块布遮住了小美和阿明的眼睛，让他们不要再看到迷雾和幻觉。原来阿明和小美遭遇的黑色迷雾是一种罕见的自然现象，由于气温、湿度和风向的变化，造成空气中的水分凝结成细小的雾滴，形成一层黑色的薄雾。这种迷雾会影响人类的视觉和神经系统，让人产生幻觉和错乱。而那只很大很漂亮的瓜牛，其实是一种林氏高腰瓜牛，它是南亚瓜牛科利瓜牛属白高腰瓜牛复合种群中的一种。它们通常生活在森林里，喜欢吃植物和真菌。它们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，但如果受到威胁或刺激，它们会分泌出一种粘液来保护自己。这种粘液含有一些神经毒素，如果接触到人类的皮肤或黏膜，会造成麻痹、昏迷甚至死亡。阿明在骑自行车时，不小心撞到了这只高腰瓜牛，被它咬了一口。他感觉到剧痛和麻木，就下了自行车求救。小美看到他停下来后，赶紧跟上去关心他。但是因为黑色迷雾的影响，她看到了阿明变成了瓜牛的幻觉。她以为阿明已经死了，就哭喊着抱住他。其实阿明没事，他的身体也没有变化，只是沾了瓜牛粘液。两个人说了一堆荒唐话。不久之后，救护车和消防队赶到了现场。消防队员用水柱驱散了剩余的黑色迷雾，救护人员则把小美和阿明送上担架，给他们注射解毒剂和氧气。高腰瓜牛则被专业的学者带走，放回它原来的栖息地。小美和阿明被送到医院后，很快就恢复了意识。医生告诉他们只是受到了一些暂时性的影响，没有什么大碍，只要好好休息和补充水分，就可以很快康复。小美和阿明相互拥抱起来，感激地流下泪水。对不起，我吓坏你了。没关系，我只要你还活着。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然后他们就甜甜地吻在一起。Miki 老师在病房外面冷不防地颤抖了一下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，不过还是结束了耶。如果你变得太伤心的话，都是 Miki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。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